前2天我在路上捡到一枚小白盒，打开一看，居然是一枚大钻戒，鸽子蛋那么大的钻戒，感觉价值不菲啊，让我感觉有点小紧张。在原地等了半天，愣是没有看到失主，于是我就想，要不我偷偷把它给卖了吧。结果正好遇到二哥，他给我科普了一下，说这是 DR 钻戒和普通钻戒不一样，它是男生一辈子只能买1枚的钻戒。购买时要绑定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代表男生一辈子只爱一个女生的承诺。那我一听这钻戒是相当贵重了，一辈子只能有一次的承诺，那丢了不得急死人呐！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要去 DR 门店，让店主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失主。你好，我们刚才捡到了你们 DR 的钻戒，能不能麻烦你们帮忙找一下失主？好的，我们 DR 每一枚钻戒都有它独一无二的编码，我帮忙查一下，您稍等啊。我们已经联系上了失主了，他前2天赶车来的时候不小心丢了，找了好几天，感谢你们送过来。别说这 DR 还挺厉害的呀，通过戒指里面的编码就能够找到失主，人家那可是独一无二的编码。我说这小弟还真是不细心，这钻戒要是丢了还不能买第2枚，建议你以后小心一点啊。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做人还是不能够埋没良心，还好我还回去了，不然就破坏了一段好姻缘。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开家长会了，因为只要我期中没考好，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就会跟我妈说，我妈回去就会把我揍一顿，而且还不要我看电视和出去玩，这跟囚禁有什么区别？我在家里面写着作业，听着窗外那些小娃们欢声笑语的声音，简直是生不如死。有一次我们刚结束了期中考试，我考的那叫一个好啊，超常发挥了，平时少说有2门不及格，这一次啊1门及格的都没有，我都能想象得到我在家里面被吊到屋檐上的样子了。正当我今晚上打算去买点止痛药，以免除明天的皮肉之苦时，我的好同桌阿志好像看出了我的烦恼，他给我想了一个好办法。他跟我说，实在不行就让亲戚代替爸妈。上次他没考好，他让他舅妈来开家长会了，他舅妈非但没打他，还给他买好吃的。亲戚是比自己爸妈好讲话，我一听非常有道理啊。所以老师问起我明天谁来开家长会的时候，我说我爸妈没空，我让我小姨来。老师居然信了，可能他觉得就我这个成绩，无论是谁来都会把我打一顿的，他还是太天真了。到了家长会那一天，我背着我8个月大的小姨来了，整个家长会家长和老师啥都没干，就光顾着哄我小姨了，多亏了我的小姨，班里考差的同学都没挨顿饱的。从那以后每次开家长会，总有同学想方设法从家里面偷比自己小几岁的亲戚来给自己开家长会，这是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瞬间。那天二哥大清早起床就拌着大蒜吃了一份韭菜盒子，然后上课的时候跟妹子说话，为了不打扰别人，二哥凑近妹子，捂着嘴偷偷跟妹子说话，那个味道可想而知，妹子当场就昏了过去。教室里昏倒在学校里面可是个大事故啊，当天校园里面就传了起来，有一个妹子和男生上课偷偷说话晕倒了，传着传着就传成了二哥魅力太大，把女生给迷晕了。哪个讲的这么不要脸啊？现在就连隔壁班的女孩子都慕名而来，想一睹二哥的芳容。二哥也很无奈，就找来了我。我问他为什么吃了东西不刷牙，他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他刷了。但是当我看到他那个梳了中分头的牙刷后，我都有点怀疑韭菜盒子其实是无辜的。没办法，我就给他买了这款欧乐 BP 4000电动牙刷。因为他平时用的那种分叉的牙刷不能清洁自己的牙龈线，牙根也很容易发黄。而这款电动牙刷呢，使用的是小圆头，可以轻易的刷到牙龈线，大幅度减少牙龈出血，而且刷牙过程中还可以检测刷牙的压力，进行实时调整。4种模式满足各种需求。连带这瓶漱口水一起给到了他。过了几天之后，那个被他迷晕昏倒的妹子出院了。二哥兴高采烈的想去给妹子解释一下自己没有口臭，但当他走进妹子后，妹子露出了满脸的恐慌，转身就跑。自此校园里有流传着这么一个传说，二哥迷倒妹子，妹子苏醒后还不敢直视二哥的魅力，现在连隔壁学校的男生都来看二哥了。高中的时候，学校食堂就像是开盲盒一样，永远不知道你会从饭菜里面吃出什么东西。在连续吃出3颗石子、2根头发和1个螺丝钉之后，二哥决定自力更生。因为我们宿舍挺大的，厕所也不小，物理学大佬搭了根电线之后，二哥就在厕所里面搭了一个台，做出了一个简易食堂。又因为二哥在家里面排第8，他又给厕所取名为老8食堂，立志要超越学校食堂。说实话，刚开始我们没人看好他，毕竟谁没事去厕所吃饭啊？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二哥显然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并硬力
质疑做出了油炸臭豆腐，可能是吸收了厕所天地精华的原因，那个味道非常纯正。刚开始投诉的同学在吃过二哥的一口臭豆腐之后，纷纷表示真的太香了，而且回到宿舍之后，整天只想待在厕所回味那个味道。二哥从中看到了卖饭的商机，推出了只要10元就能够在厕所吃到饱的活动。老八食堂凭借着它既实惠又管饱的优惠，很快就深受广大同学们的喜爱。看着同学们吃着他的饭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时，二哥跟我们说他一定要把老八食堂带出厕所，迈向国际。但好景不长的是，那天二哥做的蘑菇汤实在是太鲜美了，惹得一堆同学挤到厕所里面去喝，被路过的校长抓了个正着。校长警告二哥要他立刻停止营业。那天晚上二哥待在厕所里面久久不愿意出来，我们看到这一幕不禁感到惋惜。也许从明天起老八食堂就不复存在了吧。但没想到的是意外发生了，谁知道当天的蘑菇有致幻性，那天喝了汤的同学都出现了幻觉，3更半夜的时候不睡觉，吵到操场里面集体梦游，那场面堪比生化危机。当我们问二哥那些蘑菇是在哪里搞来的时候，二哥跟我们说他是从阳台上的拖把上采的，5颜6色的，可漂亮了。当时我们差点没忍住把二哥掐死。这件事情直接惊动了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查之后，查出了学校食堂卫生严重不达标，校长被罢免，食堂重新招标，二哥也被记过处分，再也不能在学校做饭了。但是老八食堂对学校食堂的改革却深入人心。从那以后，同学们都能够放心的吃学校的饭菜了。为了让老八食堂传承下去，所以每年的今天，大家都会在厕所里面集体吃饭来纪念二哥。你们冬天喜欢吃什么？小时候一到冬天，家里就爱给我做各种红薯，其中烤红薯因为好吃又容易做，几乎成了我餐餐必备的食物。红薯虽然好吃，但是这东西吃多了就很容易排气。我当时感觉我就像是 QQ 飞车里面那个跑车一样，氮气一个接一个，连跑步的时候都省了不少力气。其实这都没什么，主要问题是这东西不受控制啊，你根本不知道它下一个会在什么时候放。之后老师上课提问同学有没有愿意上去做题的，这种时候班里面一般都很默契的鸦雀无声。突然一声巨响就从我身上传了出来，吸引了全班人的目光，然后我就含泪收下了这个上台讲题的机会。一讲到关键点他就来一下，一讲到关键点他就来一下，搞得同学们都爱听我讲题，说我会画重点。虽然我的浩然之气经常让我丢脸吧，但是它也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就像是蜘蛛侠拥有蜘蛛预感能够预知危险一样，我感觉我的浩然之气也有预知的能力。每当我做选择题做不出来的时候，它突如其来的响一声就代表选 A，2声就代表选 B， 以此类推。记得有一次大考最后一题巨难，几乎没人能解开，正当全部人都愁眉苦脸的时候，我的浩然之气却在教室里面连响了3声，就是这3声拯救我们全班于苦海之中。就是因为这道选择题让我们的最后平均分比其他班整整高了5分，获得了全校领导的表扬。从那以后考完试之后，大家都不再对答案了，而是在讨论张蜘蛛到底放了几声。你有听清楚吗？我记得他最后一题好像放了2声哦，屁，明明是3声。你们有没有因为会错别人意思而产生过误会？小学的时候，我们语文老师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腿摔伤了，挺严重的。当时村里的医疗条件特别差，大家只好把语文老师送去县里的医院。身为班长的我得知此事后，迅速组织同学，让大家第2天早上去医院看望老师，还让大家记得带上花。可能是因为最近新学的那个带字，大家都以为是带上花。而且更要命的是，学校周围开了家兽医店，里面有白花卖，大家放学之后纷纷去那里买花。第2天早上，几10个学生胸口带着白花出现在了医院门口。不知道的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语文老师看到我们那个造型，想象中的开心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脸上阴晴不定，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而且旁边的大人纷纷数落我们，说就算是连村里最调皮的二哥也知道这样做不妥。话音刚落，二哥就扛着一个花圈跑了进来，满头大汗的他与周围的冷空气显得格格不入，让喜怒不形于色的语文老师终于把脸垮了下来。二哥气喘吁吁的把花圈递给老师，一脸骄傲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正等待着老师的表扬。大家那叫一个羡慕，心想下一次班干部肯定有二哥的名额了，都恨自己不像二哥那么有钱，能够把整个花圈都买下来。这时候语文老师的表情从赤橙黄绿青靛紫到8、9、10勾圈开肩，语文老师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动手，让二哥把花圈送回去。二哥听到后还以为老师受伤了不方便收，让二哥把花圈送回家里。当天村里的人干完农活，看到老师家门口的花圈时，都以为老师遭遇不测了，特别是跟语文老师关系好的村长，当天哭的那叫一个泪流满面。不过村长还是村长，很快就振作了起来。第2天就摆了40多桌，请了周围2个村里的人，一桌正好10个。当时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氛围，即使唢呐吹得特别响，大家都只是埋头吃着桌上的鸡鸭鱼肉、猪肉粉条。特别是村长化悲伤为食欲，一个人吃了3大碗。当天老师正好出院回到家的时候，村长正吃的鼻子都是粉条，当时场面极度尴尬。
全部人的碗筷都停住了。不知道自己闯祸的二哥还来了一句：“老师要来一碗吗？今天的饭菜贼香哦。”那天要是以老好人著称的二叔都没有忍住，我只记得经过他们家院子的时候，在二哥的哭喊声中，仿佛听到了一句话：“现在打死的话，这顿饭就不白吃了，还可以少买个花圈。”